笨重的小坦克，让你感受一下看着自己被打爆却无能为力的感觉。我们现在贴着对方绕啊，他的坦克炮台旋转速度太慢了，根本瞄不到我们。来看这个好看吗？你很勇啊！你干嘛？不要啦！来啦，来看你就知道了。来啦！不要！大家好，我是阿贝。之前玩坦克，我们都是玩中型坦克、重型坦克，与敌人中距离对射，打一枪缩头，再伸出头打一枪，又缩回来，或者躲草丛里面远距离黑枪。我的一个朋友就问我啊，有没有近身肉搏玩的爽快的坦克嘛？我看电影里面人家坦克都是近身怼，还带加速和漂移的。听完后，我苦思冥想，绞尽脑汁，耗费了整整7秒钟想出了一套能和人近身肉搏的玩法。脆皮机动流支，绕后抓单，拖后排。顾名思义呢，就选一辆脆皮机啊，单速度很快的坦克。说是坦克我都觉得过了，它的速度能到70千米每小时。单讨论速度啊，这辆坦克可以上高速公路。各位应该都坐过公交车吧？你就想象一下，市区公交的2倍速就是这辆坦克的速度了。用其他大块头坦克的龟速移动，更能衬托出它鬼火少年般的速度。既然我们的战术是绕后抓落单抓后排，可问题是我们的坦克不是无敌的哦。这辆坦克用木有大口径炮，只有个小水管治水啊。1v1正面对莽呢，被人打爆是再正常不过。我看到弹幕就有人问了，抓落单都打不过人家，那这辆车有鬼用没？如果你没看到这条弹幕，说明你来早了，我还没登小号发。这位朋友问得好，坦克有一项属性叫炮台旋转速度。坦克的炮口啊，不是说你想打哪里就能立即转过去的，要慢慢旋转的嘛，炮口才能对准敌人。坦克里的炮手呢，就像这部电影一样，费力的摇啊，炮口才会移动一些角度。哎，我们就玩阴的，用超强的机动性围着笨重的敌人旋转。敌人要打我们啊，炮口要旋转360度，根本转不过来，只能默默挨打。而我们围着它转呢，我们的炮口相对车身始终是同一方向的。好气气哦，这样欺负人家大块头真的好吗？好的不得了。好的，介绍演示完战术后，让我们开始认真玩。第一把就要将对面杀穿，和大部队反方向跑，之后打敌人个措手不及。嘿 Siri， 不对，小爱同学，干嘛领？帮我打开车载音乐，放最嗨的飙车歌，我要起飞了。臭男人，去找你的 Siri 帮你。我撞，我再撞，路政毁灭者。起飞！去，我下去！我下的，不要开玩笑！我下的。好的，介绍演示完战术后呢，让我们开始认真玩啊！第一把就要将对面杀穿，和大部队反方向跑，绕后打敌人的措手不及。我撞！哇，3辆坦克！拐进小道前，前面是在干架吗？啊，一辆坦克在和我队友打架，直接怼他！啊，打不过想跑啊，撞上去，别让他跑了！啊，好欺负人啊，把他怼到墙上了。回头看看刚才遇到的3辆坦克怎么样？我去，出事，直接封面！哇，这路太窄了，没办法绕它呀。前面还有一群坦克，跑，火力全开，用机动性溜走。趁队友在正前方拖住坦克，我绕后打几发，打完就溜，他们追不上我。我就拖着。现在哪怕耗着不出去呢，他们都处于劣势啊。再出去偷偷打一波。如果敌人想过来抓我，我这血量被他打中一炮我就死了。跑到对面街区，3、1，哇！机动性这么强，你鬼抓得到我啊！现在绕到后面啊，输出一下火力。打爆一辆坦克，冲上去给下一辆坦克压力，和队友前后输出。第2辆搞定，只剩下最后一名敌人了。刚才想抓我那个小可爱是吧？哦，你好笨重啊！啊，看你那么笨重的样子，想不想体验被绕圈圈转死啊？
千万别被他打中啊！他打中我一炮我就爆了。哎呀，他的炮口转不过来了，再见。初次品尝到机动绕后战术的胜利。换个图，再来绕后，和大部队反方向跑啊！待会我绕过这个峡谷，给敌人后方压力。此时的敌人还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。喂，2个人，打不过。哎，怎么3个啊？别搞我，油门踩死，不要撤走。不是吧？前面有2个，我绕到敌人大部队中间去了。蛇皮走位，啊，全速跑。哎呦，很大压力，兄弟，顶了几炮。蛇皮走位，啊，躲掉一炮。哦，又躲掉了，不是吧？活下来了，这都能活下来，太灵活了吧！其实绕后除了抓单，抓后排也是非常好的策略。在游戏里有一种名为自行火炮的车，可以理解为狙击手吧。他们要蹲在基地附近，这玩意伤害特别夸张，还能全图攻击。我们呢，这局就抓后排。这局对面有3个后排，看我怎么搞他们。这把先不要急着走啊，潜伏起来，等队友先上。我们要先掌握敌人的位置啊，才能找到一条路去绕后。等了很久了，机会来了，马力全开，冲！直走小道啊，一定要避开敌人，不能被敌人提前侦测到。像这种小道都很难走，对敌人肯定不走这。啊，撞房子了，太心急了。现在走进这条街，如果我继续往前开啊，肯定会被敌人发现，要左拐一下。下水都没办法了，不下水肯定死了。目前为止都很顺利哦。只要给我下了这个斜坡，对面3个后排就死了。发现对面1个后排，蛇皮走位啊，千万别被他打中啊，超痛的。对面后排最大的弱点啊，就是炮台旋转速度究极无敌慢，特别怕我们近身绕，中距离都别跟他对枪啊。不到近身我们没有任何一点优势，就是躲炮弹就行。好，我侦测到3个后排的位置了。我去，卸我履带，赶紧修。还不够近，不要气，一定要近的非常离谱。靠得越近，他们旋转炮台的角度才会越大了。他们已经输一半了，别忘了我方也有后排的啊！我拿到视野之后，我方后排可以炸他们的呀。慢慢可以开始撩他们了，一定要近身贴着转，时刻留意对方的炮口，不要让他的炮口对准自己。这辆后排准备要被我打爆了。可以说再见。一辆是被我方后排远程打爆了，另外一辆呢是被我打爆了，只剩最后一辆小可爱了。别急啊，很快就解脱了。从我摸到对方基地那一刻起，对方3个后排必须把火力对准我。这时候呢，敌人就缺少3个最大的火力输出点。对敌人来说，从那一刻起，这3个后排跟死了没区别。我去，又被打履带，敌人增援了。不要理他，继续绕着这个后排转。他费劲的想把炮口瞄准我们，可惜这都是徒劳的呀！再见。抓3个后排，任务完成，血赚了。我坦克爆了，意料之中，我都没打算活着离开的。在坦克世界里面，坦克各不相同。同一级别的坦克里面，有的雄壮威武，拥有粗壮无比的大炮，有的还拥有2管炮。有的灵活小巧，甚至没有履带，直接就是轮胎，整得像武装吉普车似的。灵活的坦克虽然单挑不强啊，但他们仍能根据自身的优势为团队做出贡献。常见的玩法呢叫点灯，你可以理解为插眼吧。灵活的坦克呢就负责用肉身获取敌人视野，甚至都可以不打架的，只需要蹲在战场最关键处静默点灯，获取敌方视野就行，把自己化身成了一支队伍的眼睛。别看我说的听起来像混子啊，却可能是全场最重要的角色，很难玩好的。毕竟坦克世界呢属于多人团队战术竞技游戏，没有视野就不知道敌人的位置，察觉不了敌人偷加绕后的行为，连炮都不知道往哪开呢。总结一句话，坦克各不相同，各有各的玩法与作用。非常感谢您的耐心观看，如果您对坦克世界感兴趣，欢迎点击评论区我的邀请链接，还可以体验14天坦克世界高级账户时间，25万银币 ，S 系3级轻型坦克 T127，车位和100%成员。这个奖励仅供坦克世界 PC 新用户领取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打开此活动页面后，用户需要在同一台设备的同一次浏览器绘画期间点击激活按钮，并完成账号注册，才能领取奖励。我是小贝的游戏食堂，我们评论区见。